Hello，宝贝们，这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晕染的一个布局啊。布局的话其实是指什么呢？首先我们先来讲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色块布局啊。色块布局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还是以这几个为举例啊。这些我们在直播间啊，在这个往后的课程当中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现。那你说这样的布局啊，就是整个它背景色这样的颜色，这个叫色块布局。然后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宝贝们掌握不了晕染的一个难点，就是它上面的一个裂纹的布局啊，很多宝贝掌握不好这个小裂纹的啊。那我们首先一会儿来再说这个裂纹的啊，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色块布局，可以是对角线布局，可以是三角形布局啊。怎么说呢？先来写一下啊，色块。常见的就是对角线布局啊，一般小短甲、本甲，做这样的晕染上面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对角线布局啊。就是说我来取两个这样的啊，以绿色为基准，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。啊，就是斜对角，这个可以是左上角和右下角，也可以是右上角和左下角啊，两个色块。我们把这个色块添加上去，常见的方法就是揉色法，对吧？就把这几个颜色，咱们把边缘的地方这样揉开，揉开。揉色法之前老师给大家讲过，对吧？我们需要把颜色给它这样铺一铺，揉一揉，衔接一下啊，把它的两个颜色这样把边缘带开，对吧？这样去，然后一层一层的颜色，再通过叠色的方法啊，一层一层给它相叠上去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个色块总体的一个位置，它的重色的部分始终保持是这样一个对角线对立的位置。这个就叫做对角线啊。还有就是三角形布局，三角形的话，其实顾名思义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已经左上角和右下角了，再到它这边的位置再来一下。然后可以，如果说是呈现出这样三角形的布局啊，我们再给大家来一块啊，不差这一点，可以是这样的哈，这样的三块颜色呈现出来的效果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说其中一块某一块晕染的面积大一点，其中另外其中一小块或者剩下的两块稍微晕染的面积小一点啊，这样的话让它看起来就不至于说那么的规矩啊，就是明明白白的咱就是出来个三角形啊。可以是这半边，这半边，这半边，是吧？三块，那可以是下面的这块稍微大一点，上面那两块小一点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洗一下笔之后，用干净的笔把边缘，这样揉开，衔接，这样轻轻揉一下啊，这么去揉一揉。对吧？这个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布局方法，这个是一个色块的啊。其实就这两种方法，把这两种记住了就可以了。颜色的话，可以说再有深浅色呀、叠色呀这些，我们通通先不用管啊，不管这个颜色是什么，我们给它排列布局就是这样的。哪怕就是说你变换颜色啊，这个我们是同色系的嘛。假如你想变换颜色的话，我们拿这三个马卡龙颜色来举例啊，就是你这儿一个紫的，这儿一个粉的。这儿一个蓝的啊，然后这儿一个粉的，这种色块啊，三个颜色这样去配。这种三角形布局的话，通常就见于我们操作这种小星空呀啊，很梦幻的这种马卡龙的小颜色呀，对吧？铺底呀，经常会遇得见的啊。可以以其中一个颜色为准，就面积大一点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在晕开的实际操作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在这个其他的两个颜色中间啊，再把我们需要的主色，也就是整体我们想让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最直观的，我一眼看上去这个甲面它是发粉的，我一眼看上去这个甲面发蓝的，这一眼看上去发紫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颜色啊，我想让它看起来发粉，我就把这个粉色在这两个颜色当中中间或者边缘再蹭上一点点，那它依旧是什么？它依旧是三角形布局啊，就是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个在实际操作当中给它来了一个延伸。好吧，那同样是换到其他的位置摆放起来，是不是也可以的啊？它们三个的至少，如果说颜色冷暖变化呀，排列的有没有关系呀，这个都没关系啊，随意，就看我们主要想让它呈现出来一个什么颜色就可以，对吧？啊，除非说是我们这次想让它呈现出来是一个蓝色为主的，那你就还是按照这个布局方式啊，可以是紫色的在这，然后蓝色再加入在中间的位置。
铺了，对吧？然后再来一点粉，先把这个3个色块咱们都先铺好，然后再来一点这个蓝色，蓝色你可以是在这边尾巴上蹭一点儿，这边颜色上面接上去一点儿，对吧？这边来一点点，哎，一样可以啊。这样的假面它会有很多的这种色彩变化啊，它这样看上去它颜色色彩的倾向就是偏蓝的了，就是别的颜色面积没有它大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我摆放上去的时候依旧是三角形，但是我颜色加着加着，哎，它就变成这种颜色色彩感觉好像很丰富的样子，对吧？但实际我们最开始摆放颜色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排列布局啊。这个通常介于3个颜色或者3个颜色以上去排列的时候，我们会常见到这个方法。如果单一颜色就是对角线啊，一个颜色的话没有必要给它按照三角线布局，好吧？我们就记住这个方法就可以了。一个颜色用对角线，3个颜色3个颜色以上用三角形布局，然后4个颜色的话你就可以摆到这儿了，或者是加到这里第4个颜色可以加到这儿啊，或者说加到这儿都行。然后讲完色块布局之后，我们来给大家讲解这个大理石纹路布局了啊。写上理石纹。常见的啊有这样几种，就是它什么样叫理石纹路布局？大家可能经常听过像人字形啊、弓字形啊、这个 Y 形啊、X 形啊各种形，但是落到指甲上的话，可能就操作不出来了，对吧？我们首先的话，你要了解啊各种形状它的一个纹路走向，就是你像我刚才画的这样的几个啊，这个就属于什么一撇一捺。一撇一捺就是人字形，这不都是一撇一捺的一个感觉，只不过它的排列的方向啊，具体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走势可能稍微会有一点变化，但是这都是人字形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形咱们给它倒过来啊，倒过来，也就是这个口朝上，那它就是什么了？很明显啊，它就变成了 Y 字形了。Y 字形和人字形的区别就这么简单啊。那我们可以说这种大 Y 字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再去画到指甲上去的时候，你要让它你的笔尖是有一定棱角的，咱不可能说真的就是给它来这样2下啊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是要让它稍微弯弯曲曲一点点啊，但是的话它相交接这个点又是特别具有棱角的啊，它不是说一个圆角，不是说一个这样的钝角啊，不是说这样它圆润过来的，这个也不行。我们是要让它呈现出来，稍微这样一个效果，但是这个口它必须是一个这样的夹角啊。那这个属于什么？这个属于 Y 字形。那我们给它稍微，比如说这个开口啊，朝这个方向，是不是也可以啊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或者说是把它稍微变换一下，是这样的啊，对吧？或者说给它这么反过来调过去啊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这个都属于是 Y 字形啊，就是但凡我们稍微进行一点点小小的变化，这种都是可以是 Y 字形。然后在 Y 字形当中，我们再去加入一条线，它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 A 字形啊，也就是 Y 字形和人字形当中，我们再加入一条，就变成3条线了。就这个布局可以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，然后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再来一笔这样的，这个就是 A 字形了，对吧？这一边是人 Y 字 Y 字 Y 字，这边是 A 字。可以是这样的布局，这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对吧？还可以说是这个是主线，然后我们这样一点侧过来一点，然后把这个开口画的小一点，可不可以？这都可以啊。他说它可以无数的再往后再去演变，只要是这个口的方向，你看可以朝左朝右，变宽变窄啊都行。这个你看2个方向开口啊，就是我们把这个人字形当中这样去加入一笔，这样加入一笔，或者在这里加入一笔，这都可以啊。看在这里这样加一笔，在这儿加一笔，就是你这个 A 字形也可以无数的去变换的。那么在它的延伸基础上，我们还可以怎么变换啊？也是在这样的3条线去组成的啊，但是它可以是这样去有一点类似于像是平行的线啊，记得还是弯弯曲曲的哈，可以是这样张开的，然后在它们2条线之间这样来一笔啊，这个是什么 H 型啊，这个 H 型还可以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个开口张的地方，这个口张的比较大一点啊，有一个口是稍微小一点，这样的，这种的。或者是可以是稍微看起来感觉就是平行的，或者这条线加这儿啊，这都行。
对吧？这都是啊，这除了叫 H 型以外啊，还有叫它，也有叫它是弓字形的，这么横着去看，这样一个弓字，对吧？所以说也有这么去叫它的啊，这两者怎么叫都可以。然后叫它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两种这种感觉的啊，就是两条线，可以说是在一个指甲上面，就稍微这边来一笔，这边来一笔啊，这边来一小点，这边来一大下啊，这样的一个线条，这种的话你可以叫它是 L 型。那如果 L 型的话，当中有一条线是在这样延伸过来的话呢，它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有一点像是人字，但是的话啊，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说再把这一条线再给它这样去延伸，它会变成什么 ？X 型啊，就是可以不断的往外去这么去延伸的。然后它的摆放的位置，咱们也可以稍微这个变换一点嘛，对吧？就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感觉的，对吧？这个都属于是 X 型。啊，当然也可以是什么呢？其中一条线是稍微这样，哎，大一点，然后另外两条线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的，这是不是也可以啊？这也是变相的 X 型的，对吧？这都是可以的啊，可以去做这种方法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多层次的，把所有的这些层次咱们都运用到一块儿去，也可以什么？这个上面就可以说不断的去变化了 N 多种层次，就是我们地上理解为，其实你还可以演变出来更多啊，更多的形态。先来一下这种多层次的，就是这儿来一条，然后这儿再来一条，啊，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再来一笔小的一点的，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来一笔，哎，我觉得它这个稍微。啊，然后这边还可以给它再走一个分叉，对吧？这边再走一个小分叉，这样的，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晕染当中，你就会感觉到它里面层次好像特别多啊。那这种的话，不管是哪一种啊，我们在指甲上再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，因为这种的话只是它的一个这个纹路走向，但具体如果放到我们的指甲上来，这个应该怎么操作啊？这个才是重点，对吧？啊，不管它怎么变，来啊，先洗一下笔。这个粘笔擦一下啊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先是取渐变色，取完那个，先把笔洗一下之后啊，把水分都吸走，然后在这个上面稍微吸一点点水分。这个渐变色的话，我们可以取这个颜色吧啊，这个颜色。简单给大家示范几个啊，每一个形状我们示范一个。比如说拿这个最简单的我们的人字形的这个，看这个落到指甲上来，我们就是啊，让它本身还稍微带有一点转折变化，而不是很单纯的就一条直线而已啊，这种感觉。这样的一个效果，然后再去边缘去一点点啊，这样的一个纹路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要把它这个变成 A 字形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对吧？就这个地方再来一笔。这样这不就是属于这种 A 字了吗？对吧？然后如果是要把它再变一下的话啊，我们把它擦掉。Y 字形啊，哎呦麻烦，没擦干净，没擦彻底啊，还差不多就行啊。Y 字形的话，咱可以随意来一个这边，对吧？来一个这样的啊。要记得不要圆润，有圆润的角，咱给它拉直，这样的。这边给它拉下来啊，可以是这样，给它一个小转折。哎，可以到尾部再来一个
转折，就是让它有一点变化，不要让它就是说是 Y 字，你真就写了个 Y， 对吧？那我一般在会做晕染的时候，基本上都会再来一点变化，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再加入一点点这种元素进去，这样的一个元素进去。对吧？会做出这样的感觉的。这个再给它擦掉啊。加太多水啊，反反复复擦就会有水渗到这个底下去，导致这底座不结实。来啊，我们再换一个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H 型、工字形啊，都是一种这个怎么画的哈？来点黑的。去渐变色。这个颜色给它改成这样的，好，记得转折啊。转折，再来一点，这一边也来个转折。基本上可以是这样的效果。然后通常情况下啊，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再去加入线条啊。比如说像这样的，我们在运行上画到这个时候了，那我会觉得在它这个地方再来一笔啊，再沾一点点颜色。我会觉得在这边可能再放一个线条，它会很搭配。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根据实际变化，它是什么呢？就我们已经画出来这个形状了之后，然后在它基础上可以再来一点我们觉得比较搭调的啊，跟我们画面整体比较很和谐的一个细细的纹路，不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走势啊。这样稍微加进去一点点，然后的话也可以说是在哪个地方呀？在这个地方。对吧？它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线条的感觉了。这样的一个效果啊，其实这就有点涉及到这种多维度的了，根据实际的变化而给它加入不同的线条。说 L 型哈。L 型就是一个有点三角的感觉。这条线相对是比较直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另外一条线再添加上来的时候，稍微来个小转折，去涂颜色，这样的，对吧？我们稍微可以说给它来一点点转折，让它有点棱角，对吧？然后可以在它这个棱角的基础上啊，这不就是一个这样属于是倒过来的这样的 L 嘛？
对吧？那其实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，可以在这个 L 线里面再去加这样的线条，这样的线条，对吧？这里面可以再加，就是尤其是转折的这个位置，可以多加几个啊，就是类似于它的这个拐角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可以再加，就根据画面我们去加啊，然后适当的在加的时候，然后给它一个小小的转折点，然后整体的话，如果想要转的话也是啊，要是比较锋利的这种转弯，这种感觉。一旦就转成圆润的线条之后，你给它这样赶过去，给它赶成一条直线。有的时候碰撞出来的这个线条，我们就可以给它这样，拉回来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偶然碰撞做出来的，所以它形成的纹路就是这种很多样化的一个感觉啊，就是有 L 型的一个裂变，一个演变，对吧？可以给它擦掉啊。那么可以再蘸一点点，再去取点色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种 X 型啊。它可以是什么样的呢？可以是这样的，来一点点转折，再转折，拉直，转要这样啊，这样的。就这个颜色可以深，可以浅，可以实，可以透啊。大部分就是说透实参半的，也就是说颜色有重一点的，有透一点的，这样去结合画出来效果会更好看。像我们这么去画的时候啊，这么去画的时候，不建议就是说直接就岔过来，直接岔过来，直接底下这个颜色给它洗掉了。然后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会选择在这边再来一笔。这边衔接不自然的地方，我们给它这样蹭过来，然后有这样的地方，给它往过赶。其实这时候笔上水分很少，很干，但我们就因为这个现象的话，就可以说给它来会变换出不同的感觉啊，这样就是一个 X 型的一个对角形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当中有颜色这样比较深的线条，然后有这种比较浅、比较更透一点的啊，这样的话它会对比出来非常有层次哈。然后也可以这么去画啊，你看我再去每一个我再去画的时候，基本上都会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，就它的裂变啊，就裂变完之后都属于这种就是多层次法啊。我们一定要学会，就是说先把基本的这个排列布局掌握好，然后在它的基础上，我们去学会去裂变。这样的话，你在面对各种颜色，我们想去做晕染的时候，你都不在话下了。再取一下这个颜色。好，笔取这个渐变色一定要偏干一点啊。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这种的，就是比如说这个颜色，我们一笔上来之后，给它做一个这样的转折，就多转几笔啊。感觉颜色不够深，我们再一笔这样给它推回去，然后再给它赶下来啊。这样赶着这个颜色的方式，它那边缘线可以更深。这样拉上来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纹路变化，然后可以在它的旁边取一个。你看它的朝向也不一定非得要是这边我在这画了，这边我就这样，可以是反过来在这里，然后
后纹路哎稍微崎岖一点，对吧？崎岖一点，收回来。然后衔接点这个位置啊，可能大家会找不好，这个很突兀，觉得对吧？你就可以按我说的啊，这边你先把它衔接完之后，给它找出来这种线条，给它拖拽出来一笔，然后在衔接点这个位置找一笔，有一个颜色肯定是占着主导位置的，那你可以是这个颜色啊，把主导这个颜色的话是没过于它这一个颜色的。然后可以把衔接线这个位置，我们再拖拽出来几个线条啊，就笔有点干的时候，再轻轻蘸一点水啊，再蘸一点点颜色上去。这样的颜色。这样吧，找一个这样衔接，给它这样过来。总之让它不是一个，很这个错开的一个方向啊，就是明显两个衔接在一起，这边渐变色是重色在这儿，然后这边渐变色重色在这儿，然后这底下是浅色，这边是浅色，然后它是撞到一块儿了，那你觉得肯定要有一个占主导位置啊。这边呢感觉不够和谐嘛，就刚才我这边颜色怎么找它都在过去的话跟这边又不太和谐，所以我干脆把这个颜色弄过来了啊，就这样的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说是把这个颜色再去进行一个改变，就是啊这样过来。这样过去，它颜色就会线条就会和谐多了，对吧？这么找一下。OK 了啊，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晕染排列布局的一个基本的概论啊。那接下来的话的内容就是我们实际操作晕染的实操的例子。那么